美国空军上将日前表示，美国在6代机的研发进程上很可能已经落后于中国，中国空军的6代机很可能先于美国空军服役。来看详细情况。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根据美媒军事观察的报道，美国空战司令部司令马克·凯利上将警告称，解放军空军可能会在美国空军之前开始装备第6代战斗机。这两个国家被认为在研发6代机方面有着各自的领先优势地位，是其他国家可望而不可及的。他表示，现在中国正在重点关注6代机技术，而且不像美国在一些关键的细枝末节上互相扯皮。中国在6代机的研发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美国的6代机研发上受到了内部的负面影响，项目优先度被推后，尤其是在美国6代机开始其工程、制造和开发阶段后不久。对此必须足够的重视。6代机是美国空军领先中国空军的关键。按照目前美军的评估，美国和中国在6代机上的竞争基本上无法占据绝对优势。相反，解放军空军的6代机将比美国空军的6代机提前数月内相继服役。美国空军必须确保对竞争对手的主导地位，哪怕是领先中国1个月服役6代机都算胜利。美媒认为，美高层对于6代机项目 NGAD 滞后的结果严重不满。中国在研发6代机方面基本上没有类似于美国6代机研发中遭遇的内部掣肘情况，可以集中精力研发6代机。美国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现了问题。此外，隐形轰炸机也是相同的情况。美国 B-21 项目的延迟意味着它也将相应的大幅度推迟首飞的时间，甚至可能落后于中国的轰20的首飞时间。这两种隐形战略轰炸机都有彻底改变其空军的洲际打击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国之战略重器。中国军事航空业的发展超出了美军的预计，现在中国是整个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在军事尖端航空工业上和美国竞争的，而俄罗斯已经被中美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虽然俄罗斯的前身苏联很早就研发出了5代机的原型机米格 1.42 项目，但是苏联过早的垮塌导致俄罗斯航空工业一落千丈，第一个5代机中队凑齐也得要等到2024年了，别提发展更先进的6代机了。现在美国是装备隐形战机最多的国家，空军装备了400多架 F-35A 和 F-22 隐形战机，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则装备了不到100架 F-35B-C 战机。其次就是中国空军装备了上百架歼20战机，后续海航部队还将接装歼20，歼35也即将开始定型量产，并且装备解放军海军。解放军的隐形机队也迎来了密集接装期。中国依靠自己的航空工业搞出了5代机，在5代机技术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技术后，中国也开始了6代机的研发。按照官方透露的消息可知，6代机项目已经处于紧锣密鼓的研发之中了。按照歼20总设计师杨伟院士的说法，相比于5代机，6代机在作战能力和单机性能上面要更优秀。在未来的战场上，6代机总体上更加偏向信息化和智能化，主要专注于融合整个的作战体系，并且在 AI 技术的协助下完成各种类型的作战任务。虎哥认为，实际上别看美媒和美军方宣称中国6代机和隐轰有可能领先美国首飞或者是亮相，实际上是不太可能的。他们的目的就是夸大解放军威胁，好骗钱罢了。要知道，美国无论是5代机还是隐形轰炸机的研发经验要比中国丰富得多。美国拥有全世界最雄厚的航空技术积累，这一点毋庸置疑。在6代机和隐轰的研制上，先天就比中国有优势。虽然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在航空工业领域全面追赶美国，甚至在某些领域对美国实现了弯道超车，但是局部的突出并不代表中国的航空工业在整体上全面地超越了美国，对这一点必须要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
中国目前无论是轰20还是6代机都没有相关的消息，而美国的6代机也将在2025开始量产，并且服役部队。至于新式的影轰 B-21， 美国空军已经官宣将在年底正式露面，预计2023或将正式进行首飞。虎哥相信中国的6代机比美国的6代机慢不了多少，隐形轰炸机也是如此。但是要想在航空工业的发展上彻底超过美国，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